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最新爆点来了，美中在马德里谈判还没结束，川普突然宣布 TikTok 协议已经谈成了，同时还放话9月19号要和习近平会谈，这是不是意味着习川会真的要登场了？更劲爆的是，就在川普放话的同一天，北京也出招，直接对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下手，宣布启动反垄断调查。这就像一边握手一边甩手掌风，气氛瞬间火药味十足，而且背后还有一连串高层互动。美国财长贝森特与何立峰马德里密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豪格塞斯分别与王毅、董军通话，甚至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也低调现身华府，为习川会铺路。你看，表面上两边剑拔弩张，私下却在加班搭桥。这场习川会到底会是北京的大场面秀，还是 IPEC 场边的低调碰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9月14号，美中代表团在西班牙马德里整整谈了6个小时，重点放在 TikTok、经贸摩擦和国家安全。首日会谈结束后，双方约好9月15号继续谈。美方代表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中方则是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队。这已经是4个月内美中的第4次会谈。此前他们分别在日内瓦、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碰头。这么频繁的会议，其实有点像铺红地毯，为接下来川普和习近平可能的高层会晤提前暖场。北京和华盛顿在此次贸易谈判前都表示， TikTok 的未来将成为首要议题，因为川普政府对 TikTok 禁令的延长期限9月17号就到期了。会谈势必要解决 TikTok 的最终归属问题。美方给 TikTok 开了一张最后通牒，要么跟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彻底脱钩，要么就将面临封禁。可以想象，美国要求 TikTok 的安全改造，就是彻底出售给美国公司。而中方之前一直对美方的要求持保留态度，并不愿意彻底交出 TikTok。外界认为，如果双方对这宗大交易这次谈不拢，结果多半还是川普政府再度延长暂停禁令的期限。但问题是，国会里对 TikTok 交易的强硬派已经等不及了，他们觉得不卖就对。有意思的是，在马德里会谈之前，美中双方就已经有所动作了。美国工会及安全局9月12号公告，以国家安全为由，将23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13家半导体企业、3家生物技术公司、2家科研院所以及3家供应链与物流企业。而中共随即也马上祭出了报复措施。中共商务部13号随即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相关模拟晶片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随后又宣布，就美国对中基体电路领域相关措施发起反歧视立案调查。这种操作就像2个剑客要上场比试，还没开打，双方就先各自拔剑划破了对方的斗篷，意思是别以为我好拿捏，让坐上谈判桌的气氛增添了几分僵硬和紧张。最新消息来了，9月15号，美中贸易谈判在西班牙马德里进入第2天，美国总统川普直接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双方已经就 TikTok 的命运达成协议，这可是让外界大吃一惊的发展。川普的口吻相当乐观，他写道，美中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就会结束，而且还透露，我们就某家深受美国年轻人喜爱的公司达成了协议，他们会非常高兴。不用说，这家公司就是 TikTok。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5号也证实，谈判框架已经达成，并且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川普的亲自介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补充道，我们昨晚和川普通了电话，得到了具体指导，这对推动谈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川普在这里扮演的不是旁观者，而是亲自上场的指挥官。不过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贝森特透露，中方一开始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要求，希望美国在贸易和技术方面让步，来换取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机会。贝森特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为了一款社交媒体应用牺牲国家安全。这就像两个玩家在打牌，中方试图用 TikTok 当筹码换取更大的利益，但美方说这张牌单独谈，不捆绑。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美方宣布框架协议的同一天，北京也抛出了一颗震撼弹。中方15号宣布，初步调查发现，美国晶圆巨头英伟达涉嫌违反中共的反垄断法。外界普遍解读，这又是北京对美国近期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回击。贝森特评论说，中方挑这个时间点发布英伟达的消息，时间不佳。简单来说，这就像两边刚握手言和，对方就突然甩了一下手，似乎刻意不想让气氛平缓下来。川普15号的贴文还透露，他将在9月19号与习近平会谈，并强调两国关系依然非常牢固。这让外界猜测 TikTok 框架协议是不是会在这场高层会谈上正式拍板，甚至可能打包更多议题。值得一提的是， TikTok 的命运其实已经拖了很久。拜登时期签署了剥离或封禁法案，川普上任后又多次延长期限。今年6月，川普甚至签署行政令，让 TikTok 能正常运行到9月17号。如今看来，马德里谈判似乎给了 TikTok 一条新的生路。从这次发展可以看出，川普把 TikTok 当成了一张外交与内政兼顾的牌。对内，他能向年轻选民交代，你们喜欢的软体保住了；对外，他也能向北京展示，协议是我推动的，不是你逼出来的。而中方则用对英伟达的调查来提醒美国，你能把我的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我也能掐你科技巨头的脖子。这是摆出了一种边谈边打的模式，这似乎也应和了日前爆出的习近平的最新策略，对美国一方面要保持接触，避免完全翻脸，而另一方面却寸步不让，维持一种强硬姿态，即所谓的保持对话但不让步的策略。各位朋友，您觉得这次 TikTok 协议是真的突破，还是中共有目的的暂时妥协呢？另外，北京在这个节骨眼拿英伟达开刀，是谈判筹码，还是要让美国难看？请留言告诉我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牵动全球目光的话题，中美两国领导人会不会真的在未来几周内见上一面？金融时报近日爆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正式邀请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举行一场高规格的峰会。这场川习会要是成真，绝对是国际新闻头条级别的事件。而目前为止，川普则选择了已读不回，为什么呢？现在摆在双方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对北京国事访问时的川习会，排场足，仪式感满满，对北京来说能营造主场优势，向世界展示中美关系，同时缓和不稳政局的焦虑。习近平甚至可能借此捞一把未来在四中全会上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另一条是在10月底韩国广州举行的 IPEC 峰会上搞一场场边会谈，这种会晤更轻便，没那么高风险，就算谈不出大新闻，也能算是川习的一场会晤。从中方视角审视，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盛大峰会，无疑是其外交上的首选方案。这不仅能将其会晤的规格提升至最高层级，赋予其稳定双边关系的强烈政治讯号，更能让北京充分利用主场优势，精心铺排会谈议程，营造可控氛围，向国内外清晰传递出中美虽有波折，但仍在掌控之中的正面讯息。但华府则更倾向见个面喝杯咖啡这种相对灵活的轻量版场边会晤。IPEC 正好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无需繁杂前期安排的便捷会面平台。华府不急于安排北京川习会，因为问题的难度依然很高，贸易关税和芬太尼。
这两个议题纠缠在一起，成了中美之间的死结。芬太尼这种比海洛因还致命的合成毒品，每年让数万美国人丧命，对美国社会来说就是一场国家级灾难。华府长期指责中共当局没有管好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让这些化学品经过墨西哥贩毒集团流入美国，最后造成严重的毒品泛滥。美方的立场是，中方要先采取行动，拿出成果给我看，然后我再考虑降低关税。而北京则说，行，我可以合作，但你得先同步取消对中国的相关制裁和关税。这就像两个人想过桥，美方说你先走我才走，中方说不行，要一起走，结果两个人就一直卡在桥头。不少观察家还认为，在北京举行一场高规格峰会，时间太紧，风险太高，如果谈不出实质协议，这场川习会就会沦为拍照机会，甚至被批评成外交失败。相比之下，在 IPEC 期间搞一场场边会议，这种模式的政治风险显著较低，即便双方未能达成任何惊天动地的重大突破，也能说是一次建设性交流，从而为未来进一步接触保留了弹性与空间。所以川习会的地点与形式本身就是一场角力。北京想要大场面，传递自信与掌控，华府则要低风险，避免在没有实质成果的情况下被动站台。而核心难题关税与芬太尼，短暂时间内很难解开。很明显，在川习会问题上，也是一道美中双方信任的深渊。美中关系从表面上看，双方还在积极接触，想为领导人峰会铺路，但背后的对抗动作却一刻没停。这就像是一边在谈恋爱，一边还在冷战，气氛十分微妙。川普最近在公开场合不止敦促北约和欧盟盟友跟进，对中方加征惩罚性关税，川普政府还持续把更多中国科技企业拉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同一时间，北京也强硬回击，对美国部分晶片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官方甚至直言，这就是针对美方严苛的晶片出口管制。但矛盾的是，在台面上已经开始挥拳了，台面下却还在为川习会积极铺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在马德里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豪格塞斯分别和中共外长王毅、防长董军通话了。这些低调互动，外界普遍认为就是在为川习会预热。更有意思的是，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低调访问华府，据说就是来游说美方帮川习北京峰会铺路的。而且这次崔天凯还真的见到了现任官员，显示中方出动了最资深的外交老将，要下足斡旋功夫。同时，北京计划派中共总理李强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释放讯号，如果川普今年愿意访问中国，习近平明年愿赴美参加20国集团领袖高峰会。甚至还传出北京考虑先邀请卢比奥访中，作为川习峰会的铺路石。不过北京也画出了红线，如果美方突然加码制裁或开征新关税，中方可能立刻取消邀请，甚至连川普本人都不例外。这种既释出善意又画下底线的姿态，充分显示了中共当局既要又要色厉内荏特性。那么川习会到底会不会成？这取决于3大因素。第一个是核心僵局能否突破，芬太尼和关税问题还是死结，中方要同步撤销制裁，美方坚持看到行动再减压。评论认为，这个死结很难在短时间里解开。第二个因素是川普的政治选择，他会不会为了短期的政治声望和媒体效应，先飞一趟北京，还是要等中方拿出实质让步才肯启程？这将是他个人风格与政治现实之间的一场博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氛围，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和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美高层都深刻认识到，保持高层沟通管道畅通，
对于管控分歧、避免误判和防止冲突意外升级至关重要。然而，从最初对一场能够解决诸多问题的盛大峰会的期望，到如今退而求其次，将目光转向风险更低、期望值更小的场边会晤，这心态上的转变本身就深刻反映了双方对在短期内达成重大共识的信心正在减弱。前路依然充满迷雾，川习会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仍在两国最高层精密的计算和角力中持续演进。那么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川普会选择飞北京来一场大秀，还是保守的在 IPEC 场边碰个面呢？另外，双方一边对话一边加码制裁，到底是谈判筹码还是自毁信任？欢迎留言告诉我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